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上周结束的端午节小长假，电影《消失的她》无疑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单日票房突破1亿5千万后，双日票房急破5亿人民币。最新消息显示，全新悬疑电影《消失的她》以9830万美元成为上周末全球票房之冠。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消失的她除了要与本土新片一较高下之外，同期参与竞争的不乏一些投资和制作团队在其之上的好莱坞大片，包括《元素方程式》、《闪电侠》、《变形金刚》、《野兽崛起》、《蜘蛛人》、《穿越》、《新宇宙》等等。同期排在第2名的《元素方程式》与全球进账4980万美元，其中北美票房为1850万美元，世界票房为3130万美元。这样加起来仍是大大落后于《消失的她》。最夸张的是，《消失的她》上映地区还仅只在中国大陆地区。好的，替他吹爆一番之后，我们快速进入正题。网上有人说，电影《消失的她》的原型故事就是发生于2019年6月的一起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对于这个观点，也有旗帜鲜明反对的一方，无怪乎就是电影主要的内容和剧情推进与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有着很大的差距。从知识产权角度，完全不能说电影是改编自这个真实的案件。制作团队找到当事人王暖暖小姐，完成电影对真实案件版权的授权，从法律上来讲是没有必要的，但制作团队完成授权的做法更多的是体现了制作团队的严谨和人文关怀，与作品可能映射到的、可能打扰到的当事人提前做了沟通，取得谅解，这是相当难得的。对于上面的论调，大象多多少少是有些不同意的，因为从整部电影的主线架构和人物关系构建，甚至男主的犯案动因和案件结构，电影《消失的她》也是完成了对王暖暖泰国坠崖事件的故事重构和社会影响力的再次重奏。要不然，大家看完电影后的第一直觉不可能就直接联想到2019年王暖暖坠崖事件，甚至有些网友观影后第一时间就到王暖暖的社交媒体底下留言相告。当然，暖暖的回应也很可爱，姐妹不必惊慌，3年前制作团队前来南京找我拿过授权了。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现，除了暖暖坠崖案以外，你还能找到我们频道里提过的亲手淹死发妻、打赏女主播出手就是30万的张一凡泰国杀妻案、骗光配偶及亲友钱财，最后勒死妻子的卢某等等这些案件的影子。今天我们就顺着暖暖坠崖案的这条主线故事，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捋一捋消失的她是如何把近年来在社会上影响颇深的女性受害案有机融入整部电影，在经过多次翻转之后又能自圆自洽的消失的她。鼓励大象马上开始。气死来呀！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或许你的脑海里会出现另外一部电影，2017年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消失的她，不管是从故事题材和叙事的模式，都与前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种戏中戏的套层结构，在悬疑电影中屡见不鲜。消失的她则将其放大到极致，通过对角色和剧情的不断推翻与建立，逐步引导真相，引入曼德拉效应，铺展一层又一层的谜题，拉满悬念，在电影的结尾再全盘回溯，揭晓谜底。关于这一点，制作团队也正面回应了观众的疑惑。他们表示，剧本在根据社会热点事件完成后，发现剧情更加接近前苏联电影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为此，制作团队在剧本完成后，又联系了陷阱的版权方，完成了改编版权的授权。当然，这也包括接下来万象将要讲解的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的当事人王暖暖的授权。电影《消失的她》大幕拉开的时候，妻子李木子就已经消失。你帮帮我行吗？我的妻子她失踪了。观众看到的就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丈夫，在签证仅剩5天，身处异国他乡的东南亚某国，语言不通、风俗不熟的情况下，往返于酒店与警局之间，努力寻找消失不见的妻子。这一点与现实案件中，当王暖暖被其丈夫于某东亲手推下高约34米的悬崖，全身17处骨折，危在旦夕，但被一位迷路的游客发现并幸运获救后，其夫于晓东第一时间看见被固定在病床上
无法动弹的妻子，并流下鳄鱼的眼泪，大声嚎啕着：“老婆，你去了哪里？找你找不到，急死我了！”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想那个时候，任谁都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着急忙慌、没日没夜守在妻子床边的男人，会是把王暖暖和他们5个月大的亲骨肉亲手推下悬崖的坏男人联系到一起吧。但这个着急的丈夫于晓东并没有装过2分钟，在他说完“老婆，你去了哪里？我快急死了”的以后，他就3步并2步的来到暖暖的床边，小声威胁暖暖说：“闭嘴，不要乱叫，这里没人听得懂中文，没有监控和人证，报案也只是问询几天，那么我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一点，在我回述整个案件的时候，电影《消失的她》里面也有相对应的情节与之呼应。电影中，女主角李木子失踪，并被好友陈麦对男主何飞炸出真相，确认木子已经过世以后，男主何飞突然倒打一耙，痛斥妻子违背婚礼上的诺言，说好的无论贫穷富贵都不离不弃，自己欠了赌债，他却不帮忙还钱。他不觉得自己有错，更不觉得妻子无辜，妻子能比他强到哪里去？无非就是投了个好胎。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王暖暖一时之间无法理解，为什么丈夫会在婚前婚后判若两人？为何会如此狠心痛下杀手？自己如今身怀6甲，肚子里还有他的骨肉，他是如何做到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推下悬崖的？这一点，电影的表达相对比较浪漫与含蓄。男主何飞带着女主木子潜入深海后，锁入深海之笼时，他并不知道其妻木子已经怀孕。当木子拿着孕检照向他挥手的时候，这个毒男直接头也不回的把木子扔在笼中，自己游上了海岸。得知真相的时候，他已经身陷牢中。木子的好友陈麦拿着从海中搜到的孕检照放其当面。我能理解导演和编剧之所以如此处理剧情，一方面应该是消解一部分人性之恶对剧情的冲击，另外一方面也应该是对人性之恶的又一次检视。这一点可以从男主得知木子怀有身孕之后仰天长啸的俯拍画面能够深刻感知。不管是电影还是现实中的案件，我们可以发现都有一个相同点：男方普遍文化程度都不高，而且好吃懒做，没有稳定可以持续的正式的工作，但其消费却很高额，或者染有恶习。电影与现实案件中的男主都是嗜赌成性，欠有巨额赌债，这其中还包括我们在《崖下的男孩》案件中提到过的亲手淹死发妻的张一凡，私生活混乱，在外鬼混，花钱如流水，给网络女主播打赏，一出手就是30万，以及勒死配偶的卢某，经常说谎话，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取老婆以及亲友的钱财，害得老婆只好贷款为夫还债，整天拆东墙补西墙。现实生活中的3起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点，这3起案件中的男女皆为闪婚，男女双方都是相识不久即闪恋，闪恋没几天就闪婚。泰国孕妇智雅案中的女方王暖暖与于晓东认识2个月就结了婚，张一凡与亡妻恋爱不到半年就领了证，杀妻抛尸的卢某与死者是网恋加异国恋，还玩的是假结婚。被害的女性都是经济独立，性格单纯，对其丈夫掏心挖肺，奉献所有，不是拿出全部积蓄供给男人，就是把自己的人脉和资源都给了丈夫，并心甘情愿地为其生儿育女。可惜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在婚前没有擦亮眼睛，婚后哪怕把自己活活榨干，也很难感化人品不端的丈夫，反而会搭进去一辈子的前途、幸福，甚至是生命。为什么这么多的女人在婚前都集体失明了呢？而且有一个大概率的现象是，越是好白菜，越容易被猪拱。无论是《消失的她》里的李木子，亦或是上述杀妻案中的受害者们，他们家境优越，自身条件优秀，原不乏匹配、门当户对、有知根知底的男性，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浪漫的如同童话一般的爱情，并沉溺在这段爱情带来的相当高的情绪价值里面。比如李木子在学习潜水期间遭遇溺水，被朱一龙扮演的潜水教练何飞搭救，两人熟悉之后无话不谈。李木子发现何飞又懂艺术又懂美学，对其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就不管3七21的栽进了他的怀抱里。
在何非对他坦言自己欠有赌债时，李木子没有产生警惕，反而将自己的银行卡拿出来赠给他。这一点剧情的设置与现实的案情不能说如出一辙，那简直是一模一样。结婚几天后，于晓东很巧妙地告诉王暖暖，他并不仅仅是一穷二白，而是负债累累。开始只说几千，王暖暖二话不说给了，后来又说几万，王暖暖还是替丈夫还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于晓东依旧沉迷于赌博，直到有一天，他告知王暖暖自己已经欠下100万的赌债。王暖暖很震惊，思前想后，承诺替他还50万，另外50万得靠于晓东通过自己的努力偿还。王暖暖的想法很简单，让丈夫体验一下赚钱的艰辛，才能改掉赌博的坏毛病。那时她还心存幻想，以为可以用爱感化对方。她哪里知道，丈夫一天也没有爱过她，只不过把她当成一张长期的饭票。爱情很丰满，婚姻很骨感。一次，王暖暖在家聊起了工作上的事情，于晓东破口大骂：“成天就知道工作，活得跟个男人婆一样。我怀疑当初你是不是投错了胎？”那么话又说了回来，李木子或者说王暖暖为何如此痴迷何非之流？排除他们都有张清白俊秀的脸不谈，单就这些毒男们的满口甜言蜜语，加上他们能想得出来去海底看星空这种创意，就比堂主张翰的那些恶俗流油撩妹的招数强上了几千几万倍了。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爱的蜜语会是终结他们生命的毒药。电影中的李木子在目睹丈夫把自己关进深海牢笼，头也不回地游走后，主动摘下自己的氧气罩，张开双臂，把整个海底星空放进了臂部上的眼睛里。现实生活中的王暖暖站在泰国乌汶府帕登国家公园的悬崖边，在其丈夫于晓东温柔的双臂里，耳边于晓东轻声细语的那一句“你去死吧”，还没说完，她就已经跌入了悬崖峭壁之巅。电影里的木子没有机会再问起丈夫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但现实里的暖暖在被路人救起后，用尽全身的力气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时，于晓东2步上前，压低音量：“你闭嘴，不要乱叫。翻译在外面，这里没有人听得懂中文，没人证也没有物证，警察只会例行询问。我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王暖暖明白，这并不是威胁，而是于晓东给他下的第2次死亡通牒。此时，王暖暖彻底看清了于晓东，知道他一定什么都做得出来呀。王暖暖入院后，直接送进了 RCU 重症监护室。单独的房间里没有病友，没有摄像头。于晓东更是化身为尽职尽责的家属，不吃不喝不睡觉。起初的时候，不仅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被其感动，就是前来问讯的警察也是大为震动，劝其保重身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之所以如此种种，他就是要把暖暖盯得死死的。于晓东在经过强制让暖暖出院，被院方阻拦，暖暖被迫承认是自己头晕失足后，于晓东这才放松了警惕，答应让2人共同的好友前来探视。期间，这位好友和暖暖配合，全程秘密录下了3人的对话。在谈话过程中，于晓东承认是自己把王暖暖推下悬崖的事实，而这一段珍贵的录音也成为该案唯一的物证。而这位好友，我们暂且可以视作是电影创作团队扩展出来的李木子的好友陈麦。这里多说一句，陈麦是由闫妮饰演，在电影里有非常出色的表演。这里不要太多的剧透，大家可以到时亲自到电影院里欣赏。个人喜好有点私心，妮妮一直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女演员，这里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上面的情节虽然在电影里没有对应的内容相呼应，但木子好友陈麦在木子过世以后远赴异国，精神病院里智斗渣男，最后有赶来的警察抓捕的情节，与现实生活中全身瘫痪的王暖暖7日智斗于晓东，最后在医院里泰国警方见缝插针，避开于晓东完成笔录，最后直接现场抓捕的情节，也算是相互呼应了。我知道你会说有点牵强，但现实与戏剧之间哪一个更恶毒？下面发生的事情也许会给你答案。暖暖是在2019年6
月9日在泰国坠崖。同年8月2日，也就是暖暖坠崖后不足2个月，于晓东就向国内的秦淮法院起诉，要求与暖暖离婚，并请求法院分割婚姻再续期间的财产1100万元。在起诉状上，于晓东给出的起诉理由为双方之间已经缺乏信任基础，原告与被告感情确已破裂，并没有提及王暖暖在泰国坠崖的事情。当暖暖接到秦淮法院的通知后，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什么叫做挨打莫过于心死？估计就是这个意思了吧。暖暖随即向法院提供了住院记录，证明自己1周前刚刚流产，要求驳回于晓东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在看到新闻后，特地联系上了暖暖，了解到她正是新闻中在泰国坠崖的那名孕妇。根据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中第1082条，于某在对王女士实施了人身伤害，导致其重伤，双方孩子不保的情况下，立即提出离婚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因为于某东起诉离婚是在王女士终止妊娠后6个月的期间内，最终秦淮法院依法驳回了这起民事诉讼中于某的全部请求。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其后于晓东的母亲，也就是王暖暖的前婆婆，竟然对暖暖恨之入骨，对其儿子的行为没有半点悔意，居然要求暖暖给他儿子圆个谎，而且原谅他的儿子，大言不惭地说：“你也没死，养养伤就好了，帮我儿子圆个谎又怎样？一家人互相包庇是应该的，你却对警察说了真相，不想骂人。”算了，这个疯婆子，我就当你是个老不休。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你儿子他妈的犯的是杀人罪，触犯刑法，你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给老子讲包庇。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这句话出自《善恶的彼岸》，它的前面还有一句话：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看看于晓东亲娘的反应，我们不难知道这个男人接受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育，能做出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怪物。节目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回到电影与现实案件的最初，也就是2对男女相遇的最初。何非与木子相识于潜水馆的偶遇，于晓东与暖暖相识于朋友间的聚会。但2个女孩并不知道的是，无论是何非为了追求木子去学习绘画艺术、听解观展，还是于晓东嘘寒问暖、豪情万丈、凶人地义，不能说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毫无情义、没有真心，但这些所谓的真心里夹杂了多少算计，或者说是在算计里夹杂着几分真心。欲望侵蚀后的男人，他们想要的太多，浓烈但很徒劳。何非的扮演者演员朱一龙在知乎上回答影评人提问的时候说，何非这个特殊的角色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强，不幸福的原生家庭促使何非迅速逃离，改变生活的现状，但大城市里的生活也许超过了何非的想象。在做过送餐员、调酒师等工作后，高楼大厦、纸醉金迷的生活让何非渐渐迷失。朱一龙认为，何非是一个能力匹配不上欲望、作茧自缚的普通人，所以这个故事才那么有警示意义。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说过，婚姻只考虑家境是荒谬的，不考虑家境是愚蠢的。这句话里的家境，除了无法改变的原生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还涵盖了自身原生家庭教育的氛围和父母的三观等等。王暖暖在看完电影后，在其自媒体频道中坦言，现实比电影还恐怖，当时躺在崖底，寂静又绝望。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